数组是计算机科学中最简单的数据结构类型，它支持高效的随机访问，因为每个元素对应一个索引。多数编程语言中规定索引从0开始，例如 C 语言，也有少数语言例外，它们的下标是从1开始。第一次接触编程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不习惯从0开始，但熟悉计算机世界后，往往很多人反而又不习惯从1开始的下标风格。通过下标，我们能快速访问数组中的元素。下标为0时，对应的是1这个元素，修改下标就能获取4对应的元素5。当给它赋值2025时，对应元素也会修改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下标最大值是数组长度减1，这里一不小心就会引发越界访问。一般数组只能存储同类型元素，如果强行给 int 类型的数组设置字符串， C 语言的编译器就会报错。有些人可能对最后一行代码很疑惑，用字符赋值编译器却不会报错，这主要的原因是字符能影视类型转换成 int， 所以并没有发生类型冲突。下面再来看一下数组对应的内存布局。假设我们分配了一块连续的内存区域，从 0x1000 到 0x1024， 总共40个字节。如果数组首地址对应 0x1000， 那么数据在内存中就会这样依次排序。从逻辑和物理上，元素都是相邻的，当然这里更强调的是内存的连续，这也是它支持 O1 随机访问的原因。以第5个元素为例，地址计算公式是首地址加地址的偏移量，偏量对应的就是索引乘以元素大小。这里数组首地址是 0x1000， 元素的索引值是4，大小对应 sizeof int 等于4个字节，最终结果就是 0x1010。 从地址偏移量角度可以看出，索引从0开始比从1开始更符合计算机的地址计算。下面再结合代码示例看一下数组的使用场景。假设我们需要存储一个30人班级的学生信息，需要定义 S1 到 S30 总共30个变量，并且函数传参的时候非常麻烦，这个时候就能使用数组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只需要传入数组和长度就能发送数据了。最后，如果你感觉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和转发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